隔天早晨却发现已经身亡了。哈哈哈，对，老公真的很扯欸，纸糊的吗？欢迎来到嗨贝，我是喜娜，我是台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事件，还蛮近期的新闻，是发生在2024年年底11月的时候，在韩国闹得还蛮大的，是有一名产妇呢，她到关岛的度假中心待产，但是呢，后来她在关岛生完小孩，过了几天之后呢，她就不幸身亡了。这个新闻会被爆这么大，是因为韩国对于国外生产这件事情呢，算是一个还蛮有争议性的议题，算是还蛮年轻的30出的一对夫妻呢，他们就是透过中介找到了这个度假中心，可以在这边待产，然后他们也会配合当地的医院去那边生产。那为什么要到关岛生小孩呢？就如大家所知的，因为美国是属地主义嘛，小朋友在美国出生的话就可以拿到美国公民，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就又可以再帮爸妈申请美国的身份。他们未来是有想要去住在美国的，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到了关岛。中介当时有跟这对夫妻说呢，太太生完之后呢，会有专业的月嫂，他会一直陪在太太身边，照顾新生儿，然后也会照顾太太。他们就很放心的交给这个中介处理。那我查到资料呢，是丈夫呢，他因为有工作，陪太太待产完之后，他就先行回到了韩国工作，然后让太太一个人在度假中心坐月子。那这个太太呢，她在关岛的医院呢进行剖腹产之后呢，她隔天就出院了，回到这个度假中心坐月子了。其实事后大家有在去检讨说，怎么会让她剖腹产的隔天就出院？台湾跟韩国是一样的，剖腹产通常都是做5天，因为剖腹其实它风险蛮大，它会有很多像是大量出血的危险性啊，或者是麻醉啊，或者是腹腔气光粘连啊等等的问题。那5天之内是需要精密的仪器去做随时的侦测，去看我们恢复的状况的。因为我2胎都是剖腹，对这个还蛮知道的。总而言之呢，这个太太她就是在隔天就出院回到这个度假中心，字面上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度假中心，它并不会有对医疗的系统去监测产妇的状况。回到度假中心之后呢，大概是过了11天，她就有跟先生讯息说呢，我今天早上起来头有点痛，不太舒服。先生当然就是赶快跟当地的这个中介联系，并且有跟随时跟在他旁边的月嫂沟通说，我老婆说不太舒服啊，可不可以大家去看医生，或是去了解一下她的状况。但是呢，隔天早晨却发现这个太太已经身亡了。哈哈哈，对，月嫂是跟他住在一起，2个房间，一个客厅，月嫂是跟新生儿一起住同一间，然后太太是在对面那小走廊的房间啦。所以其实太太有什么事情随时是会知道的，那个月嫂。而且最终呢，其实太太是没有去医院检查的，就是月嫂收到了先生的消息，可是没有带这个妈妈去医院做检查。隔天早上才发现已经身亡了，没有呼吸了。月嫂就打电话来告知了这件事情，先生当然是很崩溃啊。对呀，我一个老婆好好的去生小孩，怎么会就这样走了这样子？而且就是很信任你们代办中心。这个月嫂是韩国人还是美国人？韩裔的。OK。尸检报告显示的内容呢，过世原因呢就是肺栓塞，部分的肺脏血管被血管内的固体液体或者是空气块所形成的栓子所阻塞，导致这个肺脏组织血液会来不及流通，低血氧，最终导致他身亡。照理说，肺本来是要透过血液里面的流动去带氧气，然后输送把二氧化碳带走等等这些过程。但因为它被栓塞住了的关系，所以里面的血液不流通。对，因为它是肺，它并不会像你的手里面的血管一样，你立即坏死或什么，可是就变成你整个肺就没有在做那些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代谢，变相的会窒息而死。肺栓塞呢，妇产科的医生有说，在剖腹之后呢，通常都会有这个危险性，所以才会需要精密仪器去随时观测，当下就立即提早发现了，及时做一些措施的话，是不会有身亡的危险性的。因为其实在剖腹的过程里面就是会麻醉嘛，而且会做到全身麻醉。如果有做全身麻醉，其实都会有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说他们在医院里面有仪器的状态，它是会一直观察你的血氧、血压，发现血氧跟血压如果一直掉，他们就会注意到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知识？对啊，你怎么会有呢？那当下真实的是发生怎样的内容呢？先生呢是说呢，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接到了太太的讯息，说我头不舒服，先生是赶快联络了月嫂。那月嫂的回复呢是说，他有一点点产后忧郁的倾向，连日来有一直咳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导致于有一点小感冒啊，然后加上心情有点不好，偏头痛的可能性？请这个先生不要太担心，我会多多关心他。我觉得
月嫂做太多这个案子了，有点麻痹，警觉性变低了啦。对，毕竟剖腹不住院真的很危险，很可怕。然后呢，月嫂是在隔天早上9点来到这个太太的房间，发现她已经没有呼吸了。产妇过世了之后，警方就要调查嘛。然后月嫂就说呢，她半夜3点的时候还有经过这个妈妈的房间，她还有打呼，所以就想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她才回她的房间继续睡觉去顾那个小宝宝。可是呢，尸检报告显示妈妈过世的时候应该是半夜12点，所以她听到的呼声是说我们现在在讲的灵异故事所以这个月嫂到底说的是真是假也没有办法考究，也可能在避责这样。对对对，这月嫂跟这个度假中心都表示说呢，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照流程来，然后有去关心妈妈。以先生的立场，他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啊，目前就是以业务致死罪要起诉这个度假中心。一条龙服务是这个度假中心的，没错没错。那消息一出之后呢，韩国新闻就有去关岛做一些取材，发现真的是近年来突然多很多韩国的产妇会到关岛生小孩。他们现场也有去采访卖婴幼儿东西的一些卖场，所有的员工都说，我们每天这边都会有很多韩国妈妈来采买宝宝的衣服。韩国这些中介呢，他们都是标榜着刚刚你有说的就是一条龙服务，他们就是会帮你找住宿，会帮你安排医院，然后会找度假中心让你可以在这边待产坐月子，甚至呢还会帮你办好美国公民证等等的。这个新闻事件其实就告一个段落啦，先生就是要去起诉度假中心。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川普，他其实有说了一个政策，就是美国属地主义，在美国出生的人呢，他可以直接取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的公民。他在成长之后到了21岁，他就可以帮父母申请美国公民的权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去国外生产。川普的意思是说呢，他想要废除属地主义。川普认为说呢，已经被非法移民滥用了，都是为了要拿到美国公民，所以来美国生产。那川普针对这个法律要废除，他觉得呢还有一个可以修正的地方，如果呢你要让小朋友可以拿到这个属地主义的公民的话，父母双方有一方必须是美国公民。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啊，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今天我们录影1月21号，川普呢他今天上任第一天，他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包含说属地主义这件事情，其实他要修改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嘛，是违宪的，所以其实目前是第一天。专家是说呢，签署这个行政命令是违宪的状况之下，其实还会有一些空间去检讨说到底它怎么实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韩国是在1990年代后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海外生产这个名词，완전 출산。2000年的时候呢，韩国新闻媒体就开始大量报道说呢，有非常多的中产阶级他们会去国外，去美国去做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拿到美国公民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因为韩国的当兵制度是2年嘛，不想要让儿子当兵，执行了这件事情。其实跟台湾也差不多。对啊，我觉得跟台湾蛮类似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关岛产妇身亡的这个新闻。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件呢，因为它非常的短，但是非常多人来问。最近很红的照明商店，它里面男主角跟他女儿在崩塌的里面对话，中间就是有一个房屋崩塌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1970年的4月8号，在马浦区的住宅突然的崩塌。因为它非常短，所以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说明。它总共是有19栋，其中呢15号栋崩塌了，是当时还蛮大的一个公安意外，总共造成了70多位住民被掩埋，34名死亡，40多名轻重伤。会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公安意外，是因为呢它当时仅仅半年就盖好了19栋的建筑物，然后呢它在入住之后的4个月内就崩塌了。所以半年19栋真的很扯欸，纸糊的吗？那这个住宅区呢，它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弘大附近的一个山地，它其实是建在山坡地上的。因为那个年代1970年代执政的是朴正熙总统，韩国正要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所以就有非常多外地来的人聚集在首尔里面工作嘛，需要非常多住宅的。我们讲了半地下，对对对对对对，在那时候高需求的时候。没错没错。其实首尔当时的状况呢，就跟现在这个九龙村一样，很多临时搭建的这些棚屋，政府就是为了要集中管理，把这些市容整理一下，然后盖住宅给他们住，就所以是政府盖的。对对对，所以当时非常多的施工建筑盖这些高楼大厦，如果是盖在山坡地的话，土地成本就会比较的便宜哦。首尔为什么有这么多住宅在山坡地上呢？就是那个时候建筑下来的。可是如果要盖在山坡地上，也要做很多地质评估，不是吗？它要做很多地基的稳固，因为它可能会是松软的土壤嘛。对啊。
但是当时并没有做这个工作然后是政府发的承包商。对，再加上当时它是6个月就盖好了，因为他们当时政府就有规定说一定要在某某时间内盖好，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赶工，时间不足的状况之下呢，又加上刚刚讲的山坡地的问题，层层的问题就导致于这个崩塌事件。这个公寓的名称呢，它是叫做瓦屋公寓。除了刚刚提到的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预算之内盖好之外呢，中间还有经过层层的剥削。政府发包给了承包商之后呢，承包商他又发包给下面的下游商，下游商又发包给下面的土木建商，一层一层一层，大家都要赚利润。最后呢，可能这一栋建筑物它本来预算是1500万，实际花下去的钱可能不到500万就盖好了，非常多一些豆腐渣工程。甚至呢，最后职业的土木承包商呢，他是一个无照承包商，最后其实也有被起诉。一定要起诉啊，死那么多人。对，而且政府不起诉他，面子往哪里挂？那这个瓦屋公寓呢，实际的入住时间是1969年的12月26号，大量的市民就搬进来住了嘛。当初政府其实盖这个住宅区呢，它原本的目的是要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的人进来住的，像是社会住宅的概念。但是呢，真正有入住资格的这些平民呢，他们没有钱可以搬家，所以他们就又把这些票卖给了其他人，所以最后其实搬进来的人是一些中产阶级的人，其实没有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然后搬进来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呢，他们的东西又特别的多，搬进来的重量又比原本可以承载的重量又更多。但不管怎么样，就只是因为这些人稍微富有一点，搬进去的家具比较重，然后就垮掉，这都不合理。这我觉得是超不合理的。对啊，但就是一层一层的问题。你要怎么能预料到这个家庭里面会有多少重量的东西？没错。住民们呢是12月搬进来的，这个倒塌事件呢是发生在4月份，就是春天的时候。在4月8号这一天下午2点，突然其中一栋建筑它就突然哗啦哗啦的倒塌了，住户呢完全来不及逃，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政府就开始介入，要调查事件的原因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地基问题，建筑物盖在山坡地上，常识就会觉得说它一定要把地基做稳嘛，所以在地基没有做稳的情况之下，盖上去其实非常危险。但是呢，因为它搬进去的时候是12月韩国冬天很冷嘛，所以地面都结冻了，所以暂时冬天度过了。但是4月开始融化了，地基就开始变得不稳了，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发生在春天。所以其实呢，春天是一个蛮危险的季节。新闻有在讲说，其实春天的时候最容易发生地质凹陷的问题。我之前在看房子的时候有听说，他们冬天基本上是不会盖房子的，因为冬天的气温实在是太低了，土壤的状况跟平常是不一样，以及在室外作业对工人来说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施工过程里面其实要喷很多水，冬天这个零下的状况，如果要喷很多水，对于现场清洁什么的都很不利。对，所以基本上从土地开始打地基的这种建筑，他们在冬天是会停工的。对。再来是施工的建材，原本的预算再加上实际使用的成本其实是不相符的。低廉的成本盖了这个建筑物，它原本来应该用70根钢柱，它最后只用了5根，它完全没有办法支撑那个力量。你说70跟5吗？对，这也太悬殊了吧。没错，就是偷工减料问题非常的严重。他们就基本上做出一个形状，没错，里面就是豆腐。最后呢，就是管理疏失的问题。最后的承包商他是无照的，加上呢，旗下施工的工人很多都是业余的，根本就不是专业的工人。不是专业的工人的情况之下，又偷工减料，才会导致这次的问题。因为他那个钱只请得起，对啊，专业承包商承包不起。那因为这起的事故呢，当时首尔市长金贤玉辞职，其实说是辞职，他基本上就是被解雇啊。工商需要去负责任，毕竟死了这么多伤亡。然后呢，刚刚有提到最终执行的这个承包商，他最后是被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才5年哦？才5年，超少的。然后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是被判几年的有期徒刑，有受到惩罚的一些人们。虽然呢，在1970年代发生这样重大的公安意外，但你记得吗？桥倒塌跟圣水大桥倒塌跟三丰百货是发生在1990，所以过了20几年之后，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公安意外。所以韩国国民党很不爽。1970发生了之后，以为会有一些警惕，但没有，建筑业依然非常的猖狂，追求速度，然后不讲求细节，导致了这么大的公安意外。然后呢，要讲到现在2025年了，小友哥之前是在建筑公司上班，他算是还蛮大的一间建筑公司。然后他说呢，他们就是非常的追求速度，不管下雨天他们就照样施工。你知道下雨天施工有多危险吗？雨水会灌进混凝土里面的。Oh my god， 是不是很可怕？公安意外还是有很大的可以进步的空间，我听得超错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顶多不让它发生公安。但是就是会盖出来一个会漏水的房子啊，然后容易墙壁会剥落啊，像海沙屋那样子啊，就好利嘎在韩国没有地震，我正想讲，可能不会让它整个崩塌，但是就可能盖出一个劣品质的住宅。但我还是蛮怕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2个社会事件。请社会上大家每个阶段的人，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做事，大家都有良心的做事，大家都会很平安，好吗？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过世原因就是肺栓塞。再次，기다려4시밖에 안 됐어. 기다려. 45분 5시 되면 먹어. 안 돼. 你不要一直跟狗对话，好不好？好好笑。